美国芯片商美光科技在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后，决定投资40多亿元扩大在中国西安的生产。那您对此怎么看？芯片都不能在中国卖了，为什么它还增加投资呢？美光投资400多亿人民币来收购西安的一家封装设备公司，大概呢是临时抱佛脚之举，试图呢先稳住中国的市场。这笔投资呀，对美光来说是不算什么的。美光的财报显示，2022年美光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营收呢，分别为33.1亿美元和16.65亿美元，占美光全球总营收的1/4。实际上呢，美光就这笔投资的目的，也基本上呢把话说明白了，要彰显对中国业务及中国团队的承诺。这40多亿啊，与美国近期宣布在美国400亿美元的新投资，在日本投资的35亿美元，以及网传的在印度10亿美元的新投资规模相比呢，都可谓是相形见绌。当然呢，美光在中国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中国网信办审查裁定的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主要呢是要求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该停止采用美光产品。但是呢，也别以为啊，美光呢已经认清形势，要在中国市场继续发展。它增加投资呢，可能更多是一个做姿态。对此呀，我给出3件事实，大家呢就全明白了。第一呢，美光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是封装，核心的芯片生产依然在中国大陆以外，而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呀，则把一部分芯片制造核心业务放在了中国。美光呢，在2022年初解散了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挑选了40多位核心研发人员，为他们呢提供技术移民美国的资格，从而呢将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第二呢，美光一方面很依赖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呢，却不断对中国企业发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推动美国政府发起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第三呢，美光从美国政府的芯片法案中获得资金补贴，而按照芯片法案规定呢，获得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扩大生产能力。因此呢，美光收购西安的封装设备公司未必呢对中国自身供应链有好处。一旦美国政府对美光的在华工厂下达新的禁令，切断对华企业的供应，美光呢就不得不遵守，那么被收购的封装设备公司也就会出现生存危机了。所以啊，我们对美光的投资案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外界注意到，一些并未签署 RCEP 的国家的企业也希望借力中国经济引擎的强大马力赚钱。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美国芯片巨头美光公司。这家公司16号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并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对其位于中国西安的封装测试工厂投资逾43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及加建新厂房，并引进全新且高性能的封装和测试设备，以期更好地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由于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美国美光公司上月被中方制裁，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该公司近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监管文件中，公开披露被中方制裁后的相关影响。美光表示，目前直销、分销渠道加起来，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的营收占美光总营收的25%，而这部分的销售额约有一半受到中国限售令冲击。尽管呢，美光公司遭受了中国方面的禁销禁令，但是呢，依然决定加大对中国方面的投资。这其实呢有多重的含义。第一重意义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市场无论作为贸易对象还是作为投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二呢，说美光公司行为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它的处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有法可依，也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按照拜登政府芯片法案，要扩大在华投资就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芯片补贴。美光却被制裁后仍加大在华投资，外界认为这显示美光承受不起丢失中国市场的代价，与前不久英伟达公司共同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判断一致。黄仁勋当时在参加台湾地区的一场活动时表示，芯片不一定要在台湾做，但大陆市场无可取代。
美国对华政策呢，它出现了缓和，而且这种缓和呢是一种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高层的这个对话沟通在恢复，而且我们注意到在经贸层面两国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关系缓和的这样的迹象。尤其是这个半导体企业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就表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很难离开中国的市场。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个非洲代表团刚结束对基辅的访问，其和平主张被乌总统泽连斯基否决。那么俄方对非洲斡旋有是何态度？为何非洲国家会组团斡旋乌克兰危机？他们对俄乌冲突外溢效应有哪些重点关切？来看报道。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与非洲国家代表团会谈。来自非洲7国的代表包括南非、赞比亚、塞内加尔和科罗摩联盟总统、埃及总理、刚果共和国国务部长以及乌干达总统特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作为代表发言表示，非洲国家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并主张这场战争必须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得到解决。同时，拉马福萨还为促和提出了10点建议，包括缓和局势、承认各国的主权、对所有国家的安全保障、通过黑海的粮食出口不受阻碍，以及将战俘和儿童送回原籍国等。普京回应表示，虽然非洲的主张实现起来有困难，但俄方对这些建议有兴趣，并愿在公正和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非洲国家商谈时，普京当场拿出乌方在2022年草拟的乌克兰永久中立与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这是这份文件首次对外展示。普京表示，基辅谈判小组负责人草签了该协议草案，但乌方现在已拒绝该协议。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как и обещали, отвели войска от Киева, киевские власти, как обычно делают их хозяева, выбросили это все на свалку истории。2022年3月29号，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谈判。会后，莫斯科方面表示，首次从基辅收到落在纸面上的未来可能达成协议的原则，包含乌克兰保持中立、不结盟地位以及放弃在境内部署外国军队和武器的义务。俄罗斯随即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撤军，但乌方不久后又拒绝了这一协议，和谈随之冻结。外界注意到，这个非洲和平代表团在访问俄罗斯之前，先去了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拒绝了非洲国家代表团提出的调停倡议，称这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军队反攻之际的欺骗行径。泽连斯基表示，只有俄罗斯从乌克兰全境撤军，才能停止冲突。美西方媒体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与普京的双边会晤高度关注。南非是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定于8月22号在南非举行。但今年3月，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需要对俄乌冲突负责。因此，南非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和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身份，受到西方舆论的热炒。还有人施压南非，要求该国警方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逮捕普京。还有人恶意炒作南非或将放弃主办金砖国家峰会，但南非通过给予与会者外交豁免权，巧妙规避了此争议点。外界分析，此次拉马福萨在随团访俄期间与普京单独会见，传递了重要信号，被认为是南非在美西方施压下保持平衡定力的体现。对于非洲组团斡旋俄乌冲突的原因，